话有三不说，事有三不做，人有三不交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常常需要谨慎选择言辞，谨慎底线，以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同时，我们也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一些不道德的行为，以保持自己的操守和尊严。此外，选择朋友也需要谨慎，毕竟朋友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价值观。因此，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三个原则：话有三不说，事有三不做，人有三不交。我们将深入剖析每一点，以便能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这些原则。话有三不说：一、揭人之短的话不要说。菜根谭中提到，不责人小过，不发人阴私，不念人旧恶，此三者可以养德，亦可远害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不要攻击他人的弱点，不要暴露他人的隐私，不要一味念叨他人的过去恶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口舌之伤常伤人更深，言辞之歌常让人永难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面子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应该避免去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泄露他们的私事。二、标榜自己的话不要说。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。这句话表明，真正有学识和修养的人不需要大肆吹嘘自己。以曾国藩为例，他在西征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，但他常常提及这些成就，导致人们感到不悦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自我吹嘘。一个人的言行应该足以表现他的品质，不需要过多的自夸。三、没有价值的话不要说。墨子在与子禽的对话中提到，有些话是毫无价值的，就像青蛙和蚊子不断叫个不停，却没有人会关心它们。相较之下，公鸡在黎明时准时啼叫，引起人们的注意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避免说毫无价值的废话，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，言之有物，简洁明了，才能真正吸引人的关注。在沟通中，应保持话语的简洁和有针对性。事有三不做：一、走捷径的事不要做。曾国藩强调了不走捷径的重要性，他认为坚持不偷懒，不走捷径，对于真正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。举例来说，曾国藩在读书时坚守了一种方法，即不跳过难以理解的内容，不胡乱翻书，不轻易切换到下一本书。尽管他花了9年时间才考中秀才，但正是这种坚持使他后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。在军事领域，他也坚持不走捷径，采用了渐进的战术，取得了显著的胜利。曾国藩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贪图便捷，坚持付出努力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。二、伤害他人的事不要做。有一个寓言故事，讲述了一个洗衣匠和一个陶匠之间的冲突。陶匠因为嫉妒洗衣匠的生意好，去向国王告状，希望国王能够命令洗衣匠将一只黑大象洗成白色。洗衣匠聪明的要求国王先造一个够大的陶盆，才能够实现这个任务。国王下令陶匠制造陶盆，但陶匠最终失败了，因为洗衣匠巧妙地避免了伤害他人的任务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，伤害他人的行为最终会伤害自己，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伤害他人，尊重他人的权益和尊严。三、贪图便宜的事不要做。贪小便宜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损失。我们必须明白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无偿的优势。有些人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来实施诈欺。然而，贪图便宜并不是明智之举。曾国藩提到，与喜欢贪图便宜的人共事，最终会为自己带来麻烦。如果你贪小便宜，最终你可能会失去机会，因为人们不喜欢与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人合作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远离贪图便宜的行为，而应该理性的付出努力，因为付出往往会带来回报。人有三不交：一、亲情淡漠的人不可交。管仲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应避免与亲情淡漠的人交往。如果一个人甚至不关心自己的亲人，那么他又怎么可能真心关心国君呢？亲情是最基本的情感，一个人如果连这个都不具备，那么与其交往可能会导致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谨慎选择交往的朋友，避免与亲情淡漠的人交往。二、
唯利是图的人不可交。曾国藩强调，与唯利是图的人合作时要小心，这些人通常只看重个人利益，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需求。与这种人交往，往往会让你成为他们的牺牲品，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朋友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避免与这样的人交往，以免受到伤害。3. 言而无信的人不可交。孔子说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这句话强调了信用的重要性。一个人说话和做事应该要有一定的信用，否则会让人感到不安。与言而无信的人交往，往往会让人感到困扰，因为你无法信任他们的承诺和承诺。因此，我们应该避免与这种人建立亲近的关系，因为他们的言行不一，让人摸不透。总结来说，这3步原则对于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操守非常重要。在言行举止上，我们应该避免攻击他人的短处，自我吹嘘和说毫无价值的话。在行为上，我们应该坚持诚实守信，避免伤害他人和贪图便宜。在选择交往的朋友时，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他们的亲情关系、利益取向和信用度。遵守这些原则，我们可以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，维持自己的操守，并远离那些可能带来问题的人。这些原则将引导我们过着更有道德和有意义的生活。